这就是灯塔，这儿的海景真的不错，这里的景色非常的好，不仅有灯塔陪伴，还有一个码头，还有一个加拿大的海岸警卫队在这儿。这就是码头，海岸警卫队的船。第一个码头是加拿大海岸警卫队的，在这儿。往前面另一个码头呢，就是渔船的码头。我现在来到了 Souris 这个小镇呢，是位于PEI 的东南方。这个小镇的名字就是以法文命名的，最早也是由法国的阿卡迪亚人在这里定居的。这个小镇有1000人出头，其实小镇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，主要就是它这个教堂。这个教堂看着还是非常有气势，它这个是天主教的教堂。作为最早的定居者，阿卡迪亚人定居的时间呢，都是在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。整个的 PEI 呢，就是以阿卡迪亚人为主。随着后来的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的到来，逐渐的稀释了阿卡迪亚人的数量。后来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多了，现在呢，阿卡迪亚人在 PEI 爱德华王子岛这个地方，也就存在于主要的几个地方，以他们的为主，其他的地方阿卡迪亚人就不是占有主要的一个群体。这栋建筑就是小镇的一个政府的办公大楼，1905年建成的，现在政府仍在里面办公。这里就是这个 Souris 这个小镇的主要街道，看得出来这里是车水马龙，这里的商业都是集中在这条街道上。由于这个小镇的人口在 PEI 呢也不算小了，有1000人，也能排得上前几。这也有一元店。啊，这栋房子是太有特点了，是一个三角的，它的主要的入口处在一个三角形这儿，是一个把角。这里是小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景点，人们的休闲娱乐，户外的活动很多是在这里。在这里人们还可以下到海里面去游泳，但更多的主要就是坐在这儿或者是徒步，然后欣赏这个海边的景色。我离开 Souris 这个小镇之后，开车来到了Georgetown。这个小镇呢，目前来讲不是一个旅游的热点，是非常小众的一个城市。但是这个城市在 PEI 的历史过程中呢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小镇。Georgetown在 PEI 东部的发展史过程中呢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小镇。这个小镇曾经是阿卡迪亚人最早在 PEI 定居的地方之一。这里呢，曾经是 PEI 铁路系统中的东部的起点。过去呢，这个小镇是东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。随着时间的发展，政治、经济和文化的中心都移到了其他的地方。
现在交织烫的人口只有500多人，它与周边其他几个村庄还有小镇呢，组合成了叫做三条河小镇。这栋房子是这个小镇非常重要的一座历史建筑。这栋房子曾经作为 PEI 爱德华王子岛的东部的一个司法大楼存在。由于它这个政治中心搬走之后，这栋大楼应该就空出来了。这是一个过去老的邮局，不过到现在依然在使用中。在邮局的旁边，这栋建筑应该是非常老的。这是一个博物馆，这是介绍这个小镇的博物馆，只是早晨开，9点到12点。这个地方曾经是 PEI 铁路系统东部的起点，火车站所在的位置。但是现在这个地方在铁路拆除之后，它的火车站的建筑呢也不存在了，就辟为一个公园。然后原来铺铁轨的地方就变成了徒步和骑行的一个小径。在这个地方呢是有3条的河流，这个3条河流呢就汇入到卡迪甘贝。由于坐在 PEI 东南部的一个半岛上，来这里旅游呢就是不是很方便，要从主干道开车单独走那么大概8公里左右。如果你要是在这儿旅行完之后，还得要开车沿着原路回去，因此呢，很多人并没有到这里旅游。这里是处理海产品的一个加工厂，处理完之后就用冷链运输走。前面就是一个码头，对面就是现在这个小镇3条河小镇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，那个地方叫做 Montague 交织烫。作为 PEI 最早发展的一个小镇中心，可能由于它的地理位置比较偏僻，最终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它逐渐走向没落，也是非常正常的。到交织烫旅游，并不是看它这个小镇有多少历史的建筑，有多少的商业活动，有多少的人口，而是要享受在这个小镇的宁静。交织烫的旅游资源呢比较少，有餐厅，有民宿，有旅店，还有2家艺术馆。这里就是主打一个安静，体会没人打扰的感觉。交织烫这个小镇还是很漂亮的，尤其是在这个海边上。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下次见。